勇猛，呼了吧唧跑断肠。英雄恐怕没人想，一场秋雨一场凉。用心计较半半错，乌渣渣是非多。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整俩硬字儿把酒喝。我本已无心耍大刀，可谁拔了我的垂杨柳？只要有青山在我手，你要有勇，你就先别走。趁着今儿个我的有酒来一口，明天的事儿明天再筹谋。我的河的小嘴不回头，牙关咬紧就是不出溜。不怕前路一山更比一山高，追着小月天涯任我游。打手来！你俩干啥呢？啊？你俩干啥？哎，二师兄，你抓我额娘干啥呀？啊，我是带他玩去。上哪玩去？上后山玩去吗？小柔啊，是这样的，咱现在都没饭吃，这个鹅在咱家早也是被饿死，给它卖了吧。你俩要卖我额娘？不行！我把我娘留下的遗物全给卖了。他现在就剩把刀，我现在就剩个扇子了。那也不能卖我额娘啊！你也知道，额娘陪我老多年了，你要是把她卖了，谁陪我？二师兄陪你呗。滚！积少成多，慢慢攒呗。玉郎，大师兄回来了，借着银子没？1文钱也没借到。你没提我呀？我提了，提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这玩意儿太不给面子了。对不起大家，我要是不碰到那个老太太，咱们去道门也不会弄成这样。行，别说了，都是家里人，说这外的话干啥呀？师弟呀，不是我说你呀，还是太嫩了。这是遇见你了，遇见我的话，我都能讹他100两。小柔啊，这样，大师兄，你这额娘就不卖了，但是在咱家这种情况也吃不饱，找个好人家寄养几天，行，等咱有银子再给赎回来，行吗？对，给我吧。大师兄，那你要把他给我早点接回来。放心吧，二姐给你要了。你不相信他人品，你还不相信大师兄吗？不相信我吧？啊，我那你们快点给我赎回来。放心吧。二师兄，你别让我早点给我接回来，你告诉他们好好照顾他。这次回到京城，我派人3番2次的请你，你好难请啊！回禀公公，属下不是有意回避，实在是公务缠身呐。知道你现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可那又怎样呢？公公说的对，公公教训的好，属下以后一定鞠躬尽瘁，肝脑涂地，永远为您老服务。哼！圣旨到。
掌印太监魏淑芬多年伴君左右，劳苦功高，今念其年事已高，特此告老还乡，安享晚年，钦此。还看啥呢？接旨啊！臣接旨谢恩。哎呦，王公公，你也在这儿啊！方才小子眼拙，没瞧见你，还请你多见谅。都同朝为官，不必多礼。那小子先行告退了。魏公公呀，可能是皇上听到什么不该听的事儿了，把您给废了。一个无权无势的老太监，晚景可真是凄凉呀！这3天100两，是有点难度啊。小柔，你没有银子吗？我娘当初倒是给我留了几样首饰做嫁妆，要不都卖它？行，到咱俩成亲的时候，二师兄他给你买。闭嘴！四娘没有银子？我哪有银子呀？我也没有之前的首饰。我要是卖，我还剩点药材，把之前的挑不都卖了吧。大师兄，你看啥？俺得想想办法呀！你都啊，咱卖师傅这大酱呢，你卖1年你也卖不出来100两啊！你是正常卖。你听我说啊，咱呢给它加个包装，再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儿。刚才名我都有了，叫西门大酱。什么叫成功人士？你们知道吗？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，不买最好的。我们做大酱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1份1两，100份不就100两吗？那一缸能卖200份。再说了，你那瓶里边装的不是酱啊，还是师傅大酱啊？那你卖1两，那谁能吃起呀？太贵了。你们咋没懂呢？师傅现在是武林盟主，这些粉丝是冲师傅这名买的大酱，大酱买回他不吃，他都得收藏。你这不属于糊弄人吗？你说咱家现在有啥还能卖？哎，我倒想了一个好的办法。啥办法？咱们可以向地下钱庄借钱。你这办法是怎么想的？有脑袋想的呀。那地下钱庄那利息多高啊？对呀，关键这招妙就妙在咱们不用还这个钱。哎，凭啥呀？凭咱们会武功，他敢冲咱们要吗？那人家地下钱庄能同意吗？同意的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那你不成强盗了吗？以前不就强盗干老本行不就完了吗？那是你过去的老本行，咱现在是雀刀门。哎，我又想了一个办法，咱们可以教别人怎么赚钱。我很少讲赚钱，为什么我要少讲赚钱？因为你们根本不了解赚钱的真相。有的人忙了1年，就为了买一匹毛驴子。那么请问，事儿重要还是毛驴子重要？当然，事儿重要。毛驴子只是奴隶，事儿才是真正的主人。与其你忙了1年买一匹毛驴子，不如你借钱买一匹毛驴子，这样事儿自然而然就成了。听得懂？站住！你醒醒行不？咱都没钱呢，教别人挣钱，人能信吗？这一招妙就妙在，咱们不用真教别人怎么赚钱，啊，不用说100两，咱们呐收他们学费，3天之内啊，慢说是100两，就通过我这几句话，我能赚他180两。人家花钱来听你说废话，你当人家是傻子呀？这年头啊，傻子越来越多，聪明人明显不用了。德柱，就真有那么几个傻子上当受骗了，那你赚人傻子钱，你不亏心吗？
那我也比他卖大酱强啊！我卖大酱咋的？我觉得咱做人呐，就要实实在在、坦坦荡荡。你拉，别的别说了，玉郎这个事儿已经摊上了，不管咋地，大家多想想招。但是咱违法违规的钱咱不能挣。行了，就到这儿吧，大家想想办法。你就看我怎么把银子赚来的。走，分头行动，走。干爹，恭喜您呐！喜从何来呀？干爹，现在曹公公倒了，魏公公也倒了，以后咱们在东厂，那可是高枕无忧了。这身装扮怎么样？干爹，就您这装扮，那是无人能及呀。哎呦，干爹，来，罪犯曹天骄通倭叛国，祸国殃民，今奉圣上旨意，将曹氏一族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返还。虽说曹贼罪恶滔天，但毕竟我们同朝做事多年，今天你们就要上路了，我过来送你们一程。人狗，你不得好死！掌他嘴！公公，就像这种货色，我看直接杀了算了。做人要善良，不要老起杀心。流放的路上有几个能活着的？让他多遭点罪。公公小心！我是你们曹家的仇人，你为何救我？回王公公，小的是曹贼的一名替身，曹贼通倭卖国，把我也牵扯进来，小的心里实属不甘。小人久仰王公公多年，知道您为人正直，深明大义，今日能为您挡下这一刀，也算是值了。替身，抬起头来。公公，这长得也太像了。是啊，一模一样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曹东东。曹东东。曹天骄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一位远方叔叔，就因为我跟他长得像，他就把我抓来做了他的替身。他还拿我的父母做人质来要挟我，让我替他做了好多的坏事。他对我是非打即骂，我都恨死他了。王公公，如果您不嫌弃我，我愿为你当牛做马。可惜呀，要不是长了这张脸，我还能放过你一条命。带走。公公饶命！公公饶命！王公公，我知道曹贼的宝藏藏在哪里。慢！你什么意思？王公公，曹贼这么多年搜刮百姓，攒了不少金银财宝，而且他把这些钱藏在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，还绘制了一张藏宝图。藏宝图？对，在哪里？你若能相信我，我便将藏宝图献给公公。小柔，师傅呢？
啊，我爹下山借银子去了。你咋样啊？赔2两。那咋赔2两呢？我寻思卖大酱，你不就是包装好看点吗？一个没卖出去，赔的是包装钱。我就说你那方法不行，你还偏给我俩酱。你咋样啊？我比你强多了。你挣几两？我搭了一锅绿豆汤。四娘呢？我能拿得出手的草药全拿去了，没有人识货呀。一共才卖了2两。你赔2两，四娘挣2两，你2口子吃平了算呢？这哪能这么说呢？那我这不白忙活了吗？还搭一堆草药，亏了这不是吗？小柔呢？嗯，你我娘给我留那几样嫁妆我都卖了，那也没凑够10两呀。你这8两，这离100两差那么多，这咋整？你说呀？实在不行他抢去吧。你以为是你土匪窝呢？那你对不起。四娘，说呀，我想把咱家最值钱的东西卖了。咱家还有啥值钱的了？你送我那把屠龙刀，我是练铁斗功的，那把刀都快放上锈了，我也没敢说，我是行，这个事儿我听你。那没有给他卖了。哎，二师兄，要不你把你的连环画也卖它吧，反正你都看了好多遍了，也都能记起来了。行，卖。 100两凑不够，玉兰可咋整啊？我的师弟，我欺负行，别人欺负不好使。死老死太太，我弄死他！回来吧你呀！你想一出是一出，那杀人不偿命啊！二师兄。 玉郎让大家费心了，大师兄、二师兄、嫂子、师姐，谢谢大家。玉郎自己惹的祸，自己承担。我一会儿就去自首。放心，我会好好表现。 争取早日回家。师弟，玉郎，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师弟，师弟不能去。哎呀，你瞅瞅，你瞅瞅。 捞半天都没捞上，你就捞着一个米粒儿，借点味儿得了呗。还借个味儿得了。我赵德柱这么多年没受过这么大苦，我当土匪的时候都没遭过这么大罪，我就担心小柔。哎呀，哎，小柔，碗里边有个肉丝儿，你把它吃了。哪来的肉丝儿啊？这不肉丝儿吗？ 这是房梁顶掉下来的木头渣。啊？房子还掉渣了呢？看来咱邱大门呐，真是穷掉渣了。也不知道我额娘现在咋样了。哎呀，玉郎呢？是不是来抓玉郎来了？苏捕头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凑够100两，你就不抓人了。 是啊，捕头大哥，我们马上就凑齐了，你能不能不抓玉郎呀？宽限2天吧，啊，行，方便的。不麻烦你们了，我本来就想去自首，带我走吧。带你去哪儿啊？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，打开看看吧。
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我们衙门送你的锦旗。对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这俩人呢是母子。这儿子不孝顺，当时逼着他母亲这么做的，也是个惯犯，现在给衙门关着呢。那我们那100两是不是不用还了？那还还啥了？嫂子，玉郎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后见义勇为这种事儿，该上还得上，有困难找衙门。玉郎啊，快点把你大师兄找回来吧！为了给你凑够这个银子，他卖大酱2天都没回家了。好，哎，嫂子，你把这锦旗收好，祸是咱们一起闯的，不是那个荣誉啊，是咱们一起得的，不能是我一个人的。我给你挂上。好，我找我大师兄去了。啊，二师兄，你去把我额娘接回来。好。那苏捕头，你们在这喝点米汤吧。告辞。告辞。慢走啊。王公公，王公公驾到，有失远迎啊！西门大侠别来无恙啊！哎呀，高升了，托西门大侠的鸿福啊！哪里，哎，好久不见，给西门大侠介绍个人呐。抬头。红尘的故事，你知道多少？有哪个结局，它不会老？谁在春风得意，谁颠沛潦倒？回头看没什么值得骄傲，亘古风流有多少？江山没人笑，手牵看惯潮起又落，输赢不重要，不过是从前江湖一杯酒，豪杰醉倒了多少？怪异恩仇800个，天地任我逍遥，各种乾坤我知道。天高，不过是从前江湖一杯酒，豪杰醉倒了多少？怪异恩仇800个。逍遥，各种乾坤我知道，有人叹息有人恼，惊涛骇浪不止一笑，海阔天